3年前我回家过春节，刚好赶上了疫情。本来计划只待1个星期的，最终待了2个月。在疫情期间，大家都没事干。我那时候正在运营一个线上的学习社群，于是就想，既然大家都没事干，那要不我们就多进行一些线上的视频活动吧。但是我家里的环境呢，其实不太适合做线上的视频活动的，因为我住的房间非常小啊，我的那个电脑背后就是我的床，所以拍直播的时候呢，可能就能看到我在我的房间里面，看到我在床前面去做直播，那这肯定是给观众的感受是不太好的。同时呢，我家里的路由器呢非常的慢，它是10年前的产品，所以呢，做视频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卡顿。还有就是家里的桌椅的那个高度不太合适，还有就是那个灯光也是不太理想的。所以呢，有了这样一些问题之后，我就想，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去把这个视频的直播真的做起来？于是呢，我就想了办法。我在淘宝上首先是买了一块绿色的幕布把它挂在我的床的前面，遮住我的床。同时呢，这块绿色幕布呢还可以作为一个背景去更换虚拟背景，那这样的话就显得我的环境就更加的专业了。然后呢，我又更换了家里的路由器花了98块钱买了一个新的路由器，那这样网速就上来了。然后我又买了新的可以调节色温的台灯和一个电脑的支架，这样我的整个那个工作环境就搭建起来了。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启发，即使我们遇到再多的限制条件，我们还是有一些改善的空间的，并且呢，我们不需要做特别大的投入，可能一些很小的投入就能够带来很大的改变。有句话叫限制催生创新，那么我想疫情的限制就催生了我对于线上视频的创新。现在疫情已经进入了第3年，我们也越来越感受到疫情对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影响，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担心，我的业务和工作方式是不是要调整呢？那面对突如其来的暂停，我如何去面对呢？我的工作能不能保得住呢？我们有非常多的关心非常多的担心，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迷茫和困惑。那么如何才能够在这样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下面，去找到一些确定感和信心呢？我的建议是，用5年时间去做一件对世界有用的小事。这可以是很小的一件事情，例如上好一门课，又例如帮助一个年轻人走出迷茫，再例如去写好一篇文章。关键是这件事情是你热爱的，并且是对他人和对世界有用的事情。因为热爱，你才可以持续的去做它。因为对他人和世界有用，这件事才会有价值，甚至未来有可能成为你的事业。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，我是一个背包客，非常喜欢旅行。当年在乡村旅行的时候，我发现很多乡村学校非常需要外界的支持，于是我就发起了一个公益活动，叫多背1公斤，鼓励每个背包客在旅行的时候背上一点点的图书和文具，带给沿途的乡村学校。那这个活动因为非常的小，非常容易实践，所以它很快的就流行起来。而我因为发起这样一件小事的原因，2年之后呢，我也从原来公司里面辞职，全职的成为一个公益人。所以做好一件对世界有用的小事，不仅可以改变世界，也可以改变人生。那么如何去找到和做好这样一件对世界有用的小事呢？我有3个建议。第一个建议是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。所谓热情，就是你愿意花时间去投入，去不断的去深入理解的事物。热情不是来自外在的要求或者期望，而是来自内心的渴望。你可以尝试去问自己2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什么事情可以让你深深的投入，并且让你感到满足和兴奋的？第2个问题是，如果我不再担心会遇到钱或者年龄或者时间的问题，我会做什么？第2个建议是快速行动。我们往往习惯了先做好规划，学会了所有的知识和技能之后才去行动。
但这样带来的结果往往不是成功，而是行动的瘫痪。我们一直在准备，而越准备呢，越会感觉到事情的复杂，于是最后干脆就放弃了。如果你真的感觉难以行动，有可能是你做的事情还不够小，所以呢，一定要做一件小事情，让你可以马上去宣布，并且马上去行动的事情。你也可以尝试去问自己2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1周后我要对外宣布什么？第二个问题是，1个月后我有什么样的成果，什么样的行动成果可以展示出来给所有人看见？第3个建议是找到同行者。持续的做一件小事可能是孤独的，所以你需要找到那些能够支持你的人，他们可能是你的用户、你的同行，和你有共同目标或者信念的朋友，又可能是你所专注领域的前辈或者专家。尝试去找到他们，定期与他们联络沟通，分享你的进度或者困惑、挑战等等。同样的，你也可以尝试去思考这2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谁曾经或者正在做你想要做的那件小事？我如何可以找到他们？我可以为他们的支持去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回报？在我的社群，我看到有许多这样的对世界有用的小事正在发生。例如 Anne 是一位定居在丹麦的文化交流从业者，他相信教育是一切之本，而对话有着独特的连接感和力量。多年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中工作的他，希望在未来5年里面，自己可以持续的去组织中国和丹麦之间的线上教育对话。又例如，在创新学校工作的 William， 除了担任课程教学以外，他也期望成为一名协助教师成长的教练。他发现，老师自身的工作模式往往决定了他的课堂模式。如果他在工作中感觉不到被聆听和被尊重，那么他在课堂中也很难成为一名开放的老师。为此，他希望自己未来能够做好一件小事，就是持续的推动教师工作会议模式的改善，进而改善每一次工作会议的体验。那还有一个例子 ，Sunday 是一位刚毕业1年的大学生，他最近爱上了 Swing 摇摆舞，而未来他期望能够成为一名有趣的 Swing DJ， 为每一次舞会去设计一个有主题风格的歌单，让参与者可以尽情的玩起来、嗨起来。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那件对世界有用的小事，你也可以。期待你能够找到那件小事，让世界也让自己变得更加光亮一点。谢谢。